何处存在？那年我3岁，妈妈上了一个叔叔的车，跟他走了。爸爸从此在酒精的麻醉中度日，不工作也不管我。我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饿得哇哇大哭，急得往灶台上爬。邻居阿婶看我饿得可怜，家里馒头蒸好了都会给我送一些。住在邻县的姑姑得知了此事，一通电话骂醒了爸爸。爸爸收拾好行囊，打算去外地务工。临走那天，爸爸带我去镇上吃了顿饱饭，这是妈妈走后我吃的最饱的一顿。随后，爸爸把我托给了孤寡的奶奶。3年后，父母都有了新的家庭，也有了孩子，而我则成了父母双双嫌弃的累赘，依然跟奶奶相依为命。奶奶对我很好，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。只有每年过年，奶奶才能带我进城去一次爸爸的新家。那时候觉得爸爸住的地方跟天堂一样。同父异母的弟弟非常霸道，拿着玩具没轻没重的往我头上招呼。为了能在爸爸的新家多待几天，邻居们平时给的糖我没舍得吃，就为了讨好弟弟。但是阿姨仍然不喜欢我，说我是野孩子，身上脏，不让弟弟和我玩。有天我无意中听到了爸爸和奶奶的对话，爸爸说：“妈，以后你别带孩子来了，我媳妇脾气不好，你也知道我现在娶个媳妇不容易。”奶奶含着眼泪带着我离开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。奶奶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平时只能种点菜在路边卖力养活我。小学5年级，奶奶因劳累过度一觉睡去，就再也没醒来。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不在了，我在奶奶的坟前哭了1天。后来爸爸给我买了一张车票，我独自一人去了妈妈生活的城市。妈妈接到我之后，给我买了2件新衣裳。我能从叔叔的眼神里看出他并不喜欢我。住了2天，又给我送到了爸爸的身边。就这样，2个人谁都不要我，给我送到了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。到交学费的时候，我总是最后一个，父母相互推脱，同学们也排斥我，笑话我是个没人要的野种。那天我哭着跑出了学校，我想去找姑姑。除了奶奶，还有个对我好的人，就是姑姑。凭着记忆，我一路走，一路问，2个城市的距离，我硬生生走了5天。路上全是好心人给我的馒头包子，让我活了下来。姑姑看到我的样子，既愤恨父母的作为，又心疼我的遭遇，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咱不走了，以后姑姑养着你。”姑父都对我很好，比对他亲生孩子都好，什么好吃的都分我。他们还给我在家附近找了学校。姑父跟个父亲一样，每天都来接我放学。时光荏苒，转眼已过10载，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进了一家大公司，也有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。我把姑姑一家接进了大房子，我要让他们过好日子。一天，母亲带着我同母异父的弟弟找到了我，她想要我拿一笔钱给她，让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结婚买房。我拒绝了这个无理的要求，可母亲却不依不饶地说，她很需要这笔钱，只要我愿意给她这笔钱，就算是报了她的生育之恩，以后再无瓜葛。我沉默了，半晌后，含泪拿出一张卡递给了母亲。这算恩断义绝了吗？从此我没有妈妈了。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妈妈。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了护城河散心，看到一群小孩在逗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。那人赶走小孩，我定睛一看，是爸爸。谢谢观看。